风波升级，赵露思豁出去了，疯狂内娱黑幕彻底撕下娱乐圈体面。赵露思再次登上热搜，24小时内，她引发了4个爆点话题，登上了24条热搜，其中17条跻身了 Top 10。这股热度甚至超越了年初她因抑郁症引发的舆论风波。特别是为了205万的赔偿，赵露思一举将自己和公司推向了热搜，真可谓是内娱第一人。娱乐圈的确是个赚大钱的地方，一天收入208万不算什么，但为了205万与公司闹解约，还面临着被封杀的风险，普通人一般是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定。但赵露思显然不是一般人。8月2日，赵露思在微博罕见地发布长文，直言不讳地控诉自己的经纪公司银河酷娱。他的微博中提到3件事：首先，公司曾承诺为他因病导致的违约赔偿承担责任，但现在这承诺变成了空头支票，反而悄悄从他的账户里花走了205万。其次，公司试图削弱他工作室的部分权利，目的就是架空他这个艺人。最后，在长时间沟通无果后，公司竟擅自解散剧组，并用封杀威胁和道德绑架迫使他妥协。其实，明星与公司解约的事在娱乐圈并不罕见，但赵露思这一次的做法与常人不同。她不仅发布了控诉长文，还附上了自己的心理测评报告。报告显示，她的焦虑症和抑郁症症状明显加重。赵露思认为这是长期受到公司压榨的结果。在面对公司威胁时，她直截了当地表示：“我不干了。”不少网友震惊了，纷纷质疑这位女明星疯了吗？她还想在娱乐圈混吗？8月3日，事情进一步发酵，银河酷娱终于做出了回应，但他们并未承认赵露思的说法，反而暗示她是在炒作，博取眼球。赵露思对此毫不畏惧，直接转发了该回应，并配上了绿茶的表情，还在评论区连发8条质问，针锋相对，嘲讽公司逃避问题。接下来，银河酷娱的官方账号竟然取关了赵露思，这被网友解读为破防了。当天，赵露思甚至开了直播，悠闲地回应网友的质疑，表示自己并没有疯，精神状态很稳定，让大家不用担心。她还表示大家都有病，有病就要治疗，直言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是因为长时间过度工作和压力导致的。此前，赵露思的身体健康状况曾引起过广泛关注。2024年12月，有网友拍到她坐轮椅前往医院治疗的画面。那时，她看起来疲惫不堪，四肢无力，需要朋友推着轮椅走。这一幕与她平时阳光、甜美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，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。赵露思在微博上公开回应，透露自己早在2019年就有抑郁情绪，起初没有引起重视，直到2021年才开始药物治疗，但症状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。到2024年，病情加重，最终导致他的身体和精神双重崩溃。这次与公司解约的风波或许早已埋下了伏笔。从赵露思的回应中可以看出，他为了保护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，但他害怕冗长的司法程序会让他身心俱疲，因此选择了公开反抗。然而，公司方面坚持自己的清白，反指赵露思无中生有，双方各执一词，真相仍未明了。网友们的态度也分为3派。第一类支持赵露思的粉丝和广大打工人群体，他们认为赵露思在为自己维权，支持她与公司斗争到底。第二类则是反对赵露思的网友，他们认为若她有确凿证据，应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通过微博发布过激言论，伤害公共人物形象。第三类则是看戏的路人，既不支持赵露思，也不谴责她，只关注事件本身的发展和结果。随着事件的升温，许多网友将此事与15年前杨幂与公司之间的言论事件相联系。当时，杨幂曾发表过一句：“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杀不死就等着看我变得更强大吧。”虽然背后真相至今未解，但这句话激励了许多人勇敢地面对困境。这场争斗
不仅关乎赵露思和公司的利益，更涉及到娱乐圈背后复杂的资本博弈。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希望大家都能从这场事件中看到，敢于为自己发声的勇气是多么宝贵。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挑战的环境中，每一个敢于反抗的人都值得尊重。突传死讯：香港演员因肝病离世，年仅43岁，星途不顺，饱受抑郁症困扰。突传死讯：香港演员导演杨尚斌因病离世，年仅43岁。杨尚斌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，外界都不敢相信。随后，杨尚斌的家属、好友均证实了死讯。据悉，杨尚斌的家属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透露杨尚斌于本月11日的早上在医院安详离世，没有太多的痛苦。离世的时候，父母、不少亲戚都陪伴在左右。至于杨尚斌因什么病离世，家属没有更多透露。而杨尚斌的身后事，家属也会在之后公布。由于年仅43岁，网友对杨尚斌的离世都觉得非常惋惜。据香港男星杨尚斌的朋友林子博透露，杨尚斌是因为肝病离世，并且这些年一直都饱受抑郁症困扰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杨尚斌就曾在社交媒体上留言：“抑郁啊，你真的很烦人。”同时还写道：“抑郁加酒精就等于自杀。”从杨尚斌的留言中就可以得知，他的抑郁症确实有一些严重，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。同时，杨尚斌提及了酒精，可能也是他患上肝病的罪魁祸首。杨尚斌确诊抑郁症已经好几年的时间。在患上抑郁症之前，杨尚斌性格开朗，经常都会更新自己的社交媒体，分享生活，分享工作。杨尚斌还会积极和网友互动。但患上抑郁症之后，杨尚斌在社交媒体上的更新频率就大不如从前。据知情人士爆料，杨尚斌之所以会患上抑郁症，还是和他星途不顺、演艺事业陷入瓶颈期有关。杨尚斌出道已经20多年，但始终没有大红大紫。一开始，杨尚斌参加新秀歌唱比赛，以歌手身份出道。在千禧年初，杨尚斌有幸签约了香港的英皇娱乐。众所周知，那个时候的英皇娱乐绝对是兵强马壮、星光熠熠。和杨尚斌同期出道的艺人就包括 Twins， 而当时公司还有谢霆锋、王杰以及容祖儿等知名歌手。所以在星光熠熠之下，杨尚斌也确实很难突出重围。虽说他也和容祖儿有过合作，和王杰私交甚密，但还是不被外界熟知。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英皇提前解约。和英皇结束合约之后，当年的杨尚斌还年轻，充满了活力。他很快又转型做了舞者，并且长期和林忆莲合作，并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到了新加坡。但可惜的是，杨尚斌的父亲后来病重，他不得不重回香港工作。回到香港，杨尚斌组建了一个跳舞组合，但依旧发展平平。组合没有多久就宣布解散。最后，杨尚斌为了生活，本来是歌手出道的他，又开始学习演戏，转型做了演员。这些年，杨尚斌陆陆续续拍了一些戏，但关注度很低，也有机会参与演出了舞台剧。他在台上模仿黎明，倒是引发了一波热议。就像网友形容的那样，杨尚斌的离世太过于突然，因为他太年轻，今年只有43岁。父母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不敢想象场面有多么难过。愿杨尚斌一路走好，天堂不再有病痛，也愿杨尚斌的家人朋友节哀顺变。高亚麟被执行310万，持续塌房，演艺事业凉凉，本人疯狂探店捞金。据媒体报道，知名演员高亚麟已被列为被执行人，执行标的高达310.4万元。此消息一经曝光，便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。据了解，此次高亚麟成为被执行人，主要是因为他与天津某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。而值得注意的是，高亚麟在该公司持股10%，这并非他首次因企业问题陷入财务困境。1年前，他的股权被冻结，涉及企业为杭州某公司，冻结的股权总额达788万元。冻结期限从去年9月一直持续到2027年，长达3年之期。9.
作为曾经被大众认作国民爸爸的演员，高亚麟屡屡陷入诉讼风波，事业声誉似乎逐渐走下坡路。不少网友纷纷表示，这一切都与他自身的行为有关。虽然官方尚未公布具体被执行的原因，但近年来高亚麟的事业与口碑持续受到影响。去年5月，有媒体曝光他曾被魏家指控出轨，并爆出他与女演员徐子君的聊天记录。据称，高亚麟频繁向徐转账，魏家还声称有家庭暴力的报警证据。随后，徐子君在社交媒体晒出与高亚麟的聊天截图，称两人在初入社会时相跟等，是在遭遇不公后得到高亚麟的帮助。他也承认曾接受过他的转账，而高亚麟从未公开澄清自己的感情状态。直到2021年，徐子君才得知他已与前妻离婚，并曾与魏家交往，他因此断绝了联系。更令人关注的是，从高亚麟与魏家的聊天中可以看出，他曾将徐子君视为卖身女，对她的侮辱言辞令人震惊。面对指责，徐子君曾喊话他公开道歉，但高亚麟对此始终沉默应对。此事对他的演艺事业带来了极大冲击。例如，他原计划在电视剧《刑警的日子》中饰演重要角色，但播出后发现角色已被 AI 换脸，剧组也删去了与他的相关动态，似乎已成为其身份封杀的一部分。尽管如此，从高亚麟的个人账号来看，在家暴和出轨事件曝光后，他的生活似乎仍然相当悠闲。去年9月股权被冻结时，他依然频繁出现在全国各地进行探店，收入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。直到今年7月1日，他的最新探店动态停止更新，之后便不再发新内容，但依然会上线维护评论。令人唏嘘的是，上周有评论邀请他去贵州，他还点赞了这条评论，而这恰好与近日爆出的310万元被执行金额对应。看来他有时间刷评论，却似乎缺少主动处理财务和事业问题的动力。从国民爸爸到如今口碑崩塌，高亚麟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，演技被质疑，演艺事业难在巅峰，商业经营频频失利，不禁让人感叹，作为演员，守住底线尤为重要。希望他也能正视问题，早日走出困境，给大众带来更多正能量。宗庆后的遗产争夺仍在进行，网传3名原告非他亲生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宗庆后家族轰动全国的遗产大战，居然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豪门恩怨录。这2天迎来了新的转折。之前双方关于亲子鉴定一直掰扯不清楚，3个私生子女要求宗馥莉配合鉴定，但宗馥莉这边拒不配合。本来以为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，没想到有消息称杭州中院的 DNA 报告结果早就出来了。结果出乎大家意料，报告显示蹦出来的这3个私生子宗继昌、宗杰利、宗继胜其实都不是宗庆后的亲生子女，而且这份鉴定报告早在7月24日就出来结果了，只是香港法院裁决的时候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未采纳这个结果。这一下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不少吃瓜群众都好奇，这几个孩子究竟是谁的？怎么就莫名其妙冒出来要分遗产呢？首先这个消息大家看一看就好，不要当真。杭州方面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完亲子鉴定呢，因为3个子女根本拿不出副本的证据做鉴定，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官方甩出来的亲子鉴定报告。这个消息大概率就是有人以讹传讹，在网络上发酵起来的。大家想想看，如果这3个孩子不是宗家的血脉，那宗家的族亲也不会出来力挺他们，给他们说话，都是心眼子比蜂窝煤还多的人，怎么可能容忍别人来分自己家的钱？其实他们确实是宗家的血脉，其中有人和宗庆后是直系血缘关系，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不需要质疑。宗庆后还没有糊涂到帮别人养孩子的呗。当然了，这都不是重点。现在的重点是，国资委看不下去他们家内战了，出手调停。国资委出手的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怎么打无所谓，
但现在已经影响了娃哈哈的利润和企业形象。娃哈哈虽然比不上当年了，但也是个举重若轻的大企业，关系到无数人的就业和国家的税收呢。国资委可不愿意看到这个公司因为家族内部的纷争而黄了，那可是大问题啊。国资委本来想着能让宗馥莉和杜建英两方体面一点解决问题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，毕竟都是一家人，血脉相连，有什么解不开的结，闹得这么僵，最后还是外人看笑话，指望他们从大局考虑，各退一步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两方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坚决不肯退让。宗馥莉这边呢，虽然他已经得到了800亿，但也不会让这18亿美元的遗产拱手让人。这也能理解，18亿美元呢，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现在掏空娃哈哈都不一定能换来18亿美元，宗馥莉自然不愿意轻易放弃。而杜建英方面呢，野心可就更大了。他不仅想要宗馥莉继续往信托基金里面打钱，把遗产弄成21亿美元的信托，甚至还想分股权，然后把宗馥莉取而代之，稳坐娃哈哈当家人的位置。这显然是不死不休的地步，不是能够轻易调停的。这两方这么闹下去，可把国资委给急坏了。国资委本来是一片好心，想要调和双方的矛盾，让娃哈哈集团能够正常发展。可这两方倒好，完全不把国资委的调停当回事儿，依旧我行我素，争得不可开交。如果他们再这么闹下去，国资委估计也要掀桌了，彻查那18亿美元的来历了。到时候可就不是简单的遗产纷争问题了，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更严重的后果。国资委一旦彻底掀桌子，那这场遗产大战可就真的要走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看得出来，这两方都挺有野心的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与野心匹配的能力，不然可是很容易遭到反噬的。说不定最后宗馥莉和杜建英虚碰相争，还是国资委渔翁得利。咱们拭目以待吧。